有朋友说要看一下万家中间过道，那今天就来拍一期。中间这边的版型相对来说要稍微大一些。他们家出货是很快的，生意也是挺好的，但是他们家的版型很大，我拿他们家的货很容易压住货，他们要求的数量也是很多的。现在后款的外套批发市场这边已经出来很多了，在沙河这边款式要么就是爆款，要么就是那种基础款，像那种比较特别的是很少的，因为它所处在的这个价位是属于中低嘛，中低如果说那种比较特殊的，它受众人群本身就小，它跑不了量的话，就很难支撑这个房租啊、人工这些。这一段时间家用的裤子已经很多了，家用裤子是可以直接卖到过年的。像这种什么黄、咖、绿这些颜色可能看起来比较深色，比较适合秋冬天，但是这种颜色我个人最怕了，这种颜色拿回来特别难走。今年深色的有点暗灰那种牛仔裤的颜色走的还行。这款马甲是他们的新款，看一下这边的这一些都是一些卖的比较不错的款式。还有这些其实我感觉比较普通吧，颜色也是很挑人的，可能为了搭配就把这些彩色放在这里。小香风的这个外套也比较粉嫩，他们家是专门做牛仔裤的，生意很好，每天都是这么多的包裹，但是价位相对来说在万家这边是属于高的，就要看你们做什么价位的。最近有好几个实体店的朋友都问到这样的问题，为什么有些档口不给开的？在这边有些档口他的小心思其实是挺多的，老觉得你是间谍或者是同行，所以故意就不给你开单，除非说他们家的这个版你找不到了，这个货只有他们家才有，你一定要这个版，那你就可以换一个人去开，再换一个人不开，那就真的没有办法。再说了，像这种小心思这么多的这些档口合作起来也是挺累的，他们的想法太多了，疑惑心太多了，老是觉得你是同行，老是觉得你是间谍，这个款也不要卖，那个款也不要卖。这些衣服版型比较大，还有这种半身裙，这些风格要那种有点女人味的才可以。实话说，我拿这些货回去我是很难卖的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。